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7月11号星期一，欢迎走进一波热点。安倍何曾只在背负其祖父的遗志？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枪击身亡，前海上自卫队员山上彻也41岁。无业被指对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统一教会心怀恨意而进行报复。他声称是前首相岸信介安倍的祖父将该组织从海外引入到日本，因此他决心杀掉安倍。山上把对岸信介的反感投向其外孙安倍。根据已获知的情况，山上从背后持自制枪械接近安倍，在距离约7米处开了第一枪。在接近到约5米处开了致命的第二枪，据称当中间隔了约3秒。宗教团体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11日召开了记者会，透露嫌疑人的母亲是该团体的信徒。山上说，因母亲信教，把家庭拖垮了。山上认为安倍与该团体有关，就把安倍当成了目标。嫌疑人被认为是因为母亲大量向该团体捐款等而怀恨在心。该宗教发源于海外，但在日本国内信徒众多，拥有稳固的根基。以保守思想为特点，与国内外的政治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岸信介被认为参与设立该政治团体，安倍则在2021年向另一相关团体的活动发去寄语。任何政治系统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活动和运转的，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宗教并非完全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广泛性、复杂性、群众性、国际性特征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从历史亦或从现实来看，宗教与一国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连。其一，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利用宗教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皇权或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其二，宗教可以成为影响政治系统机构设置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譬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世俗宗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其三，宗教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起着积极促进作用，或消极破坏作用。宗教从古至今就对日本政治生活施加了深远的影响，并与之发生了千丝万缕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使日本宗教发挥了较强的政治职能及作用。其中有积极之处，例如维护政治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激励国民精神，但又不乏军国主义影响的恶例。日本政治家族积极利用宗教力量，影响和教化国民，为其长期的统治地位服务。虽然宗教可能被统治者和政治家作为工具来利用，但玩过火了，到头来它可能会反噬到统治者和政治家们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拿大央行又将大幅升息对房奴们意味着什么？虽然加拿大央行行长 Tiff Macklem 和他的团队在为周三的加息决定做准备，但一直在积聚的信号表明，本周加拿大将加息75个基点，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最大的单次加息幅度。在上个月的加息政策声明中，当央行第二次上调50个基点时，他表示如果需要，准备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以实现其2%通胀目标的承诺。5月份通胀率高于预期，升至7.7%，为39年来的最高水平。估计6月份通胀率上升至8.3%，第二季度平均为7.6%，远高于市行4月份预测的5.8%。周五数据显示，工资也在上涨，比去年6月上涨5.2%。令人担忧的是，加拿大人对通胀的预期也有所回升。央行的季度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企业预计通胀率将至少3年内大幅保持在2%以上，消费者预计5年后通胀率仍将保持在4%。
除非油价迅速下跌，否则预计加拿大央行周三将加息75个基点，9月将再上调50个基点。10月份加息25个基点，将使利率达到 3%，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3.25% 峰值。加拿大人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MNP 消费者债务指数调查的近 60% 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加息的影响，这一数字比上季度大幅上升。约有1/4的人表示，他们在财务上没有准备好应对加息1个百分点。超过一半，58%的人表示，他们担心利率上升对财务状况的影响。55%的人表示，他们担心自己有能力在不继续增加负债的情况下支付明年的开支。根据 RateStack 的数据，目前大多数5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从 4.79% 到 5.24% 不等，浮动利率从 2.70% 到 3.30% 不等。如果加拿大央行将其隔夜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 2.25%， 预计最优惠利率将升至 4.45%， 浮动利率将定为 3.45% 以上。根据 Lowest Rates CA 计算器的测算，以70万加元房屋计算，浮动利率为 2.7%， 每月还款额为2801加元。由于再次加息 0.75%， 还款额将增加到3038加元，每月增加237加元。Capital Economics 认为央行至少1年内都不会降息，即使经济出现衰退也是如此。由于劳动力市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放慢到足以减缓工资的增长，而央行将不会向房地产市场注入新的资金。因此，预计央行只会在2023年底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将利率降至 2.5%。2023年世界人口第1大国还是中国吗？周一，联合国报告称，印度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今年印度的人口将超过14亿，并警告说，高生育率将挑战经济增长。世界人口日发布的报告称，到今年11月15日，世界人口估计将达到80亿。随着世界人口日发布的报告放缓，2030年将增长到85亿，2100年将增长到104亿。根据印度国内每10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2011年印度人口为12.1亿。但由于 COVID 大流行，印度政府推迟了2021年的人口普查。联合国估计显示，世界人口自1950年以来以最低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将降至1%以下。2021年，世界人口的平均生育率从1950年的约5个孩子，下降为每名妇女一生中生育 2.3 个孩子。预计到2050年，全球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至每名妇女生育 2.1 个孩子。联合国的报告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估计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约有1490万人死于 COVID 大流行。联合国报告称，由于大流行，全球预期寿命从2019年的 72.8 岁降至2021年的71岁。联合国表示，到2050年，全球人口预计增长的一半以上将集中在8个国家：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预计到205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增长将超过预期增长的一半以上。然而，由于生育率下降，预计2022年至2050年期间，61个国家的人口将减少1个百分点或更多。中国对于各国应对大国博弈的忠告是什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向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表讲话时，敦促这些国家远离国际冲突和丛林法则的陷阱。王毅说，该地区必须克服将其划分为对抗性和排他性团体的企图，这似乎间接暗示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以及华盛顿呼吁其地区盟友为其站队的企图。其中最突出的是由日本、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国家，以及
后两者在所谓的 AUKUS 中与英国保持的安全联盟。王毅说，我们应该坚持真正的区域合作，将地区内各国团结起来，保持对外开放的心态，拒绝外部某个国家维持的那种虚假的区域合作，这被视为暗指美国。王毅表示，东盟国家避免被用作大国竞争中的棋子，以及被霸权和欺凌所胁迫。他说，目前，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该地区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偏袒任何一方的压力，该地区的战略环境有可能被政治因素重塑。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独立，尊重彼此的主权和核心利益，尊重东盟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完整性、独立性和领导作用。在经济方面，王毅表示，目前对亚洲区域工业和供应链稳定性的破坏是由于脱钩和供应链中断的有增无减的噪音。我们应该共同捍卫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确保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促进一体化经济发展。在 G20 峰会期间，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晤，两人都将他们自10月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描述为坦率。一名美国官员说，双方都没有在各自立场上退缩。王毅在演讲后回答有关台湾的问题时说，华盛顿通过歪曲和掏空一个中国的政策，试图打台湾牌来破坏和遏制中国的发展。他说，美国不能实行双重标准，不断违背承诺或翻转立场。王毅说，两岸将享有和平发展，但是当一个中国原则受到任意挑战甚至破坏时，海峡两岸就会出现乌云甚至猛烈的风暴。在谈及南海问题时，王毅说，北京将继续呼吁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这将作为更有效管控分歧的坚实保障。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东南亚访问的行程包括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周一，王毅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他表示赞赏印度尼西亚寻求和平解决乌克兰当前局势的努力，包括到佐科总统对基辅和莫斯科的访问。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